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热情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！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的节目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，要保湿伊贝诗弹润保湿水。要旅游找途牛，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，赢323途牛旅游100元现金券。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，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，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。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，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，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。在这里要感谢优酷网、土豆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巨力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今天来了2位重量级的嘉宾，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导演郭靖宇。欢迎大家非常喜爱的青年演员杨志刚，当然还有一位是大家的老朋友，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先来了解第一对嘉宾朋友的一些基本情况，请看。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呀？喜欢妈妈，妈妈天天搁家陪着我。我觉得2个都好，但是爸爸更好。因为爸爸带我们出去玩，给我们买漂亮的衣服还有吃的。他现在不知道从哪儿学来那些坏毛病，我现在说的啥他都不听，我不能让他再把孩子给我宠坏了，我坚决不能和他过下去了。父亲对孩子好是天经地义的，为什么妻子却在这个地方非常不满意呢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孙先生，38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运输职业；女嘉宾张女士，37岁，同样来自黑龙江。来，有请2位，欢迎2位哈。谢谢。对孩子好没错，干嘛说人家惯孩子呀？还因为这个不过日子了呢？他就是什么事儿都是太宠着孩子了吗？孩子每次要求什么他都满足。哦，好爹啊！俩闺女对吧？对啊，特喜欢吧？疼老大还是疼老二啊？2个都疼，2个都疼啊，所以就在这个问题上起冲突了。我相信，如果仅仅是宠溺孩子，还不至于到说要离婚，日子不过了。究竟是因为什么呀？本来我们在老家日子过得挺好的嘛，为了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，然后我们就从老家搬进了县城。自从进了县城以后，他就变了嘛，就是整天出去喝酒，然后跟朋友在外面应酬，家里什么事儿他都不管。哦，家里的事儿我是怎么没管了？你吃的喝的哪个不是我去挣的？那你家里有事儿你也得管呐，你也不能整天的在外面喝酒啊。那我出去喝酒怎么了？我出去喝酒，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为了你和孩子吗？孩子小的时候，我没有时间出去买衣服，我让你去给我买衣服，你从你给我买那东西根本就不实用，然后买什么长裙子、高跟鞋，你说孩子小，我在家带孩子，我怎么穿啊？哦，那我觉得挺好啊，大街上很多女人都在穿这种鞋。那我和别人能一样吗？那你说我们家孩子小，人别的女人也许是孩子大了，或者是没有孩子，我根本跟别人比不了。我在家带孩子，他给我买那个高跟鞋，然后比那个小手指还细，你说非得出门让我穿，你说我抱着孩子我怎么穿呢？哦，那现在咱们在城里住，也不是在屯子那前儿。也不用干农活，那你说穿的时尚点不好吗？啊，有一次我们出去玩，然后他非得逼着我让我穿他给我买那高跟鞋嘛，然后我抱着孩子，你说我下楼梯脚一滑踩秃噜了嘛，为着护着孩子，我只能手里紧紧抱着孩子，然后我还没有手去扶那个楼梯，我就直接出溜下去了。那当时我不也去扶你去了吗？那不没扶住吗？你是扶我了，但是你把孩子接过去啊，你给我扶起来还让我走，我都摔成那样，我怎么走啊？那外边不朋友等着吗？你说着急等着，你要在那边等着挺着急的。摔坏了，肯定是摔坏了，然后直接给我送去医院了。一拍片，我的小腿都已经摔裂了。我在家足足养了2个多月，腿都打石膏，都动不了了。这个期间他还出去喝酒，孩子也不管，哪有这样的？我出去不就偶尔出去那么1、2次吗？也没总出去。
那你说我腿都摔坏了，在家养伤，我都没法给孩子做饭，他也不管，我只能一瘸一拐的去给孩子做饭。你说有这样当父亲的吗？有这样做丈夫的吗？那你说你在床上一躺就2个多月，我能成天在家陪你吗？我不得出去挣钱吗？我不挣钱，家里生活开销谁来管呢？你说原本我们在老家日子过得挺好的，每次他挣回钱都交给我，但是现在呢，最近这1年来的，他哪交给我多少钱呢？我就问他，我说你钱都哪去了？然后他就说啊，我都请朋友吃饭了。我一听就来气了，我把他兜里的所有的钱和卡我都给他没收了。我不就为了不让他出去喝酒吗？他就每个月就给我200块钱啊！你说200块钱够干啥的？我还不够我跟朋友出去洗个澡、吃个饭的呢。啊！那我为啥给你200块钱？我不就是不想让你出去吗？跟他们成天在一起吗？那现在怎么跟朋友吃饭啊？后期我办了个透支卡。也有账。你说哪有他这样似的，还办透支卡？然后那个天天出去吃饭，我就问他，我说的你天天出去吃饭都是谁请客呀？啊，都是朋友请我。你说我就纳了闷了，哪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成天请你吃饭呢？然后就有一次他晚上回来了，然后洗澡嘛，我就在他兜里翻了2张透支卡，我一看就来气了，我把钱给你管过来，我就是不想让你出去跟他们吃饭，然后你还背着我办了2张透支卡。我办2张透支卡，那不也是没办法，不你逼出来的吗？你把我兜里的钱，把我那个银行卡都拿走了，那我出去应酬我拿搁什么买单呢？我这不没办法，我才办了2张透支卡。这个你们说的透支卡是不是就信用卡呀？对呀，就是信用卡嘛。每个月大概用多少啊？几千块钱吧。你说哪有他这样事儿？对呀，这样都管不住他，背着我，然后在外面办，也得跟朋友在一起喝到3更半夜才回家。有一次喝的都不行了，他朋友给他送到医院去了。你说哪有这样的呀？送到医院，然后那个给我打电话，我去了，然后我还是担心，还着急。你说我还是生气。然后到了医院，大夫一说，现在都已经喝成脂肪肝、酒精肝，然后胆囊炎，现在都是喝酒，因为喝酒喝的嘛。哦，那么爱喝酒啊？但是通过上次大夫跟我说完之后，我也不喝了。哦，现在不喝了，喝也就喝点啤酒，白酒不喝了。哦，啤酒不是酒哈。一次喝多少啊？啤酒5、6瓶。还说不喝呢。在医院刚出院那天，因为我接孩子嘛，然后我没去接他，我说你在那儿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办个出院你就回家吧。你说我接完孩子回来，我在家做好饭等他，左等也不回来，右等也不回来。然后后来我给他打个电话才知道，又跟我朋友出去喝酒，哪有这样的吗？那不我哥们儿去医院接我出院吗？你接我出院的话，你说我能不陪他们出去吃点饭吗？吃完饭我们就去洗个澡，回去的时候也不晚，也就是11点多钟完事儿了。回到家了，他不给我开门啊。我在外边敲了半天，他都不给我开，害得我出去上旅店住了1宿。哦，那我为啥不给你开门呢？在医院出院直接家都不回，然后直接就跟朋友喝到3更半夜才回来。你说我能不生气？我能给他开门吗？就是因为喝酒住的院，所以出院的时候要喝酒庆祝一下。不是庆祝，喝了多少那天？那天我就喝了大概也就是2瓶啤酒吧。啊，没喝多少，因为刚出院嘛，哥们儿也不让喝。哎，你在住院之前喝酒喝多少？那个时候白酒能喝1顿1斤左右吧。哦，要这么对比，看来是减量了啊。那减量了不行啊，跟朋友成天在外面喝到3更半夜才回来，然后喝上酒就跟人家吹，就说那个他生意怎么好啊，哪个朋友有事跟我吱声怎么地。然后那个有一次他朋友就是着急用钱嘛，就跟他说的那个有没有钱呢？家里有没有钱借给我点。然后他在外面也没跟我商量，直接把朋友就给我带到家里，让我给他拿钱，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。那你给了吗？那你说他都既然把朋友领到家去了，你说我也不能不给他面子，好大个男人，我只能给他拿呀，但是我也不乐意呀。你说我们做的只是小本生意，然后我攒点钱也不容易，这个钱我攒着还是给孩子上学用的。然后我没办法。那次不给人家那个哥们儿着急用2万块钱吗？你说人吱声了，我能不给人拿吗？那我跟你吱声，我要跟你吱声的话，你能借吗？以你的性格，你不会借他的。人家不是借了吗？但是他没办法，我直接把人带家去了吗？他不借也得借啊。那你不跟我打上招呼，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你直接领回家，你就给我面子了吗？那我要给你面子，我还能有面子吗？就是这样式的，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，直接自己就去办。那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没耽误吧？没耽误上学。耽误了，已经耽误了。孩子上学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拿钱了嘛，完我说你让那个打个借条啊，他都没给让打。哥们儿不错，怎么打借条？我能好意思让人给打个借条吗？还了吗？啊，还了吗？现在还没还呢。
哥们儿不错，怎么不还钱呢？啊，这年都过了。借的时候说的好听，然后到现在还没还。孩子考学的时候，我说你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吧，本来家里就没有多少积蓄，然后他也不去给我要啊。你说有他这样做父亲，一点责任心都没有。当时他让我要的时候，我确实没好意思去，因为我哥们儿挺好的。你说用2万块钱，我怎么去冲他要？但是我也就这一件事算是对不起孩子吧，我也向孩子道歉了嘛，不。还一件事呢，不提这还好点，一提我更生气。有一次孩子4岁的时候，我有事回娘家，我把俩孩子扔给他，哪有他这样照顾孩子的？小女儿小嘛，直接他带到洗浴中心了，那是孩子待的地方吗？那你说你不在家，我自己领孩子在家待着，正好那个哥们打电话3缺1，让他去打会儿麻将，有啥呀？我去到那地方挺好吗？你姑娘4岁就能打麻将？没有，我还没有，他旁边坐着吧。这熏陶啊！啊，你说他坐着打麻将，然后他们抽的满屋都是烟，让孩子在一边吸那2手烟，你说对孩子身体能好吗？这当爹的有点差劲啊，这个带个没有，我现在孩子长得挺好的，健健康康的。那能一样吗？那种环境是孩子待的地方吗？你说啊？你就觉得他不重视你，对吧？对呀，有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，是吧？啊，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委屈？对呀，那我女儿我就得惯着嘛，有啥呀？别人家孩子有的东西我就得有啊。那也不能太宠着孩子，孩子想要什么他都给买。有一次我带孩子去逛商场，然后给他买了一个玩具回来，然后没玩几天他就玩够了，他还想要，我就说别买了。然后孩子转个身跟他说，第2天他就去给买回来了。你说哪有他这样？太宠着孩子了。女孩嘛，你就得富养。你说孩子相中那个东西，你看见别人家孩子玩，你说他就要，你说我当父亲的我心里能好受吗？是。那我就出去给他买了，怎么了？那我还觉得你当妈的不对了。你说孩子冲你要个东西，你都不给买，那你不得分问要什么吗？头2天刚买完，要了还给买，哪有这样的呀？哎，闺女儿没说爸，星星真好，来一个。他知道他爸没那个能力啊，哪个爹有这能力啊？平常孩子要生个病啊，大女儿现在也在读书，对吧？读书呢，跟她一起聊一聊天，讲讲睡前故事，或者帮她温课什么的吗？这事儿一般的时候他妈做的比较多。那都是很少的，他有时间就是在外面跟朋友喝酒嘛，所以我才生气啊。孩子也不管，家里也不管。你看，刚才你说了你腿摔了，他没照顾你。孩子生病他管吗？哎呀，提这事儿我更生气。有一次孩子发高烧，也是晚上嘛，然后他跟朋友在外面喝酒，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，就说啊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然后后来左等右等他也没回来，后来没办法了，我又给他打了1次电话，就关机了，我就来气了。后来你当时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也没说那个孩子发高烧啊，你不只说孩子那个感冒吗？我去一个小小的感冒，家里也有感冒药，你就给他吃上就完事儿了吗？我在外边还有这种应酬，还没完事儿呢，他总给我打电话，我就不好意思，我就关机了。后来我左等他也不回来，右等也不回来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背着小的，带着大的，然后我自己去的医院。那后来完事儿，我不紧接着我就赶过去了吗？那你去了干啥呀？等你去的时候，孩子点滴已经打上了，然后孩子烧也退了，喝的满是醉醺醺的。你说他去当父亲还有责任吗？孩子有病你都不管，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，你就只是在外面喝酒应酬。哎，你这个知道闺女发烧了那么疼，他就推不掉啊，还非得。当时他没跟我说是那个孩子发烧，他只是跟我说孩子感冒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啊，那就赶紧回呗。那我寻孩子感冒，家里有感冒药，你就给孩子吃点，我待会儿我就回去了嘛。哦，我刚才就是这么听下来，大概听明白了。在没去县城之前，日子过得还不错。对，日子过得挺好的，什么事都听我的。到城里有多少年了？到县城？现在得有7、8年了吧。哦，就这7、8年的日子过得不好了。自从进了县城以后，他交的朋友就多了嘛，然后就成天在外面喝酒应酬，然后家里什么事他都不管。当时到县城是因为孩子想到县城去读书。对，就为了给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嘛。那你现在觉得是到县城对还是不对啊？我觉得孩子学习环境是对，但是他的性格变了。哦，主要变就变在愿意应酬。对，喝酒。家里什么事他都不管。你看我天天就是在外边运输，接触了司机啊、朋友啊，你肯定没事约你出去吃个饭，不很正常吗？一个礼拜在外面待几天吃饭？这个也不一定，但是平均大概1周也得有个4、5次、3、4次那样。是吗？对。那您今天来这儿是让老师们修理修理他呢，
还是真不想跟他过？不想过了，真就不想过了，没法过了这日子。啊，你还想过吗？我当然想啊，真想过哈、真的想过啊。他要想过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我不想跟他过了，对他没有什么要求了，没有什么盼望了，对他。哎呀，大爱莫过于心死啊，真是不过了。3位为难你们了，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先问女嘉宾啊，请问您这条裙子长裙是先生给买的吗？是的。我觉得他眼光还是不错的，他不光眼光好，而且很疼你，很喜欢把你打扮得漂亮一些。所以从这一点上啊，你不应该怨他。这是我在刚才你这个大概10分钟左右的对他的这个控诉的过程中，唯一能替他找回来的1分。其他的当然都是男的不对了啊，因为作为一个男人，我首先得批评这个男人了啊。好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啊，哥们儿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。别的事儿我还可以理解，那2手烟怎么能让女儿跟着你一起抽呢？我也是有女儿的人，我自己是不吸烟的啊。任何客人去我们家，只要我孩子们不在家都可以抽烟，只要孩子在家全去阳台外边抽。尤其是女儿在的时候，这坚决不可以的，这是你做的最不对的一件事。第2件事，我认为不对的，就是那天孩子病了呀，在医院里的时候，确实真的去医院了，你去也不如医生管得好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你怎么敢关手机呢？因为他总给我打电话，总给你打电话，你变成无声，你也不能把它关掉啊。你把它关了，一摁这一下，这位弟妹啊，你们肯定比我小。这个弟妹到现在才来控诉的，没直接挠他，我真的很佩服你。听我的，无论如何不可以摁掉关机键，这是错上加错的事儿。郭老这话我听明白了，就是你认个错就行了，是吧？你觉得态度不好？我其实有一句话特别想说，我觉得他们俩太般配了啊。这么热情的吵架，那证明感情基础太深厚了。这么美满的家庭，怎么能说不过就不过了呢？弟妹，你咋想的？这人是错误很多啊，不管台上台下，回头我好好收拾他。但是你们俩确实，我觉得是很有基础的。对，风风雨雨这么多年，从乡下到县里，做点小生意，带着2个女儿，很艰辛。难得的是你也没听到说这个人有变心，对吧？对呀，还是把心思都放在这是基础啊。对，这是基础。我就是大概就这么一个意见啊。杨老师啊，我想替男嘉宾说2句啊，我要替他跟女士辩解2句。他交朋友是为了做生意能够挣到更多钱来贴补家用，这个没有办法，男人在社会上混，跟朋友在一起聚会喝酒，沟通感情是必须的。还有一个，女士，你想到日子，其根本差别在于，混日子是吃了今天不管明天，而过日子是吃了今天还要管明天，更要盼着后天。很显然，你们俩一个是在过日子，一个就是在混日子，醉生梦死，推杯换盏。要面子本来是没有问题的。你比如说他说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是为了你好，其实不外乎是他自己脸上要面子。他口口声声说宠孩子，却不知道什么是适合孩子的，这典型也是在为自己要面子。但要面子本身也不错，男人都要面子，但关键是有些要面子的男人不光在外面要面子，在家里还勤俭度日，孝敬父母，疼爱妻儿，这叫有里有面。你只有面却没有里子。好吃不过家常饭，知冷知热结发妻。2位嘉宾老师说的不错，从农村再奔到县城，生2个可爱的女儿，这一切都来之不易，风风雨雨。所以在这种所谓的虚华的现实面前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家庭给毁了。其实你仔仔细细看看你面前的这个女人，她其实现在的日子可能在物质条件上可能不是太差，但是她心里很苦，因为没有人可以跟她一起分担，懂得如何去照顾孩子。你口口声声说在外面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但是你给这个家庭连基本的安全感也没有带来过。无论是这个女人最需要你的时候，孩子生病的时候，
又或者是想要在县城刚刚立足脚跟，希望丈夫一起分担的时候，你都把大部分的时间拿去混日子、混朋友、要面子去了。所以，如果要珍惜这个家庭，你还是为自己多找找里子吧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3位老师啊。我知道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观和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，有些人重交朋友，有些人可能就不重这个。其实要不要交朋友不是重点，重点的是能不能把身边的人给守好。其实女人的需求有的时候跟男人所给予的不太匹配，女生想给男生的和男生想要的也不太一样，所以啊，静下心来，要坚信一点，如果他够爱你，再给他点时间。你得坚信，这个我们没法帮你判断他爱你还是不爱你，这人的本质是好是坏你最清楚，对吧？减少点应酬行吗？好的。你觉得他的核心是让你不应酬，还是让你多关心他？那更是多关心多一点吧。对，你看他一开始挺平静的。涂老师说那段话的时候说，看着这个女人的物质条件不错，但是她的心里是很苦楚、很寂寞的，她哭了。所以怎么平衡所谓的在外的打拼和对内的安慰？下心吧，兄弟，行吗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的毛病，以前有对不起你和孩子的地方，但是将来我会改的。跟我回家吧。你说改，你在这说的好听，回家你能改吗？我一定会改。你想想再说吧。没了。没了。亮灯吧。好好想想好吗？冷静一下，别老说气话。记住了吗？老师们说的。记住了。回去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请关门。如何面对事业、爱情，其实大概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难题。怎么样来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？我相信在现实里是很多男性面对的一个问题。别挣了钱，最本质的那点情丢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对夫妻，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抱得动。好，哎，别，喂，抱得动。我跟你说，别太要面子，有些面子没必要争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他当爹的，对。来，宝宝，从这儿走，慢点。这个礼物送给他夫人特别好。那广告不是说的好吗？要保湿，易背湿，啊，不就希望夫人能够光鲜一些嘛，对吧？其实对于女人来说，除了这种，更重要的还是爱她男人对她的疼爱很管用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，我们一起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老婆，我爱你。哎，请亮灯，请亮灯啊！哎，这就走了。他们观众说了，你看，他说的跟我没关系，让你把他抱着走。道太远了啊，道太远了。所以说呀，少喝酒啊，锻炼身体啊。谢谢两位啊，好好过日子，少喝点酒，对夫人好一点，好吗？好的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你看到这种有点笨拙，有点羞涩，又那么守着自己生活那点东西的时候，其实咱们乐了。我相信，如果有一天当他们的2个女儿
都长大成人，有机会看到这段影像的时候，也算一段特殊的家庭影像。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的一些基本情况。各位，请看。他比我小2岁，我们俩相恋1年多了，他到现在大学还没有毕业。他做事情特别冲动，总是不顾及我的感受。他总觉得我不够成熟，在我看来，他才是真正的无理取闹。他太幼稚了，从来都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我觉得我给他都最好的，他就不知道满足。他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，我来这就是要跟他分手。这个男人到底幼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，让他身边爱他的女人说：“你走吧。”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婷22岁，来自西安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杰24岁，来自新疆，是一名医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谈恋爱多长时间了？1年多了已经。大夫啊？麻醉师。哦，麻醉师啊。哎呦，这厉害了。学生学什么的？对，学财务管理。啊，你要分开是吧？对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做事儿特别幼稚，而且他做事情从来不会去考虑我的感受。他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嘛，也没有找工作的迹象。然后特别不求上进，我妈现在也不太同意我们俩在一起，所以我就想跟他分手。嗨，再等等呗，姐弟恋。我不考虑你的感受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去年1月份的时候，他刚进单位，和领导同事在一起吃饭，那天喝醉了，让我去接他。后来我俩回去的时候，他手机响了一下，我看了他手机上发来一条微信，是他领导给他发的，上面写着：“刚才聚会的时候我不是有意的，对不起。”我当时听着觉得就有事儿嘛，后来就找他到底问他是怎么回事。我都当时后面我给你解释过了，我说就是因为大家喝酒嘛，喝挺开心的，然后这主任就把我搂了一下，后面那个主任可能看我也不太开心，所以后面才发微信啊，然后跟我说不好意思怎么的，毕竟人家也道过歉，他第2天直接跑到我们单位去找我们主任去闹事儿去了。我闹事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不要说是为了我。后来我1个礼拜课我都没有上，我去找他，就他在单位门口，我就害怕他被别的男骚扰。你是在单位门口蹲点还是？他就在单位门口吃喝都在门口，就不走了。不是，是在你们麻醉科科室的门口吃喝，还是在医院门口？麻醉科门口。我当时就坐在那平常病人的座位上啊，我当时就在那看着他，我害怕他被别的男骚扰。他就跟有他说我害怕叫保安把我赶走了。你叫保安干嘛呀？我让他走。人家普通病患坐那儿看个病，你轰人家干嘛？他不只是就像普通病，他像普通病号那就好了。他在门口待着，然后他首先他让我删领导的微信啊，删了微信之后，我下班了以后，他不让我跟同事走，不让我跟同事去吃饭，然后他还比如说有男的跟我说话呀或者什么的，他就瞪人家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我觉得他这种做法简直太幼稚了。有说有笑的啊。那同事我跟他哭吗？我跟他哭着说话吗？我不得笑着说。你就在那儿看着，那就不是正常关系啊。那1周以后呢？怎么又回去的呢？我没办法，我就让保安把他拉走了，因为他在门口待着，我都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。他的特别多心，他总说我多心。每一次我约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说他在忙。你说1次2次咱也就算了，你说天天如此。哎，通过1个礼拜的蹲点，你发现了些什么问题吗，兄弟？就平时他的一些同事啊，去像比如说跟他在一块，俩人有说有笑的，然后有时候吃饭的时候，然后都会跟男同事在一起。我就在旁边在看着，我就感觉特别委屈。你委屈什么呀？我都在这帮坐着，你现在给我这样的，他就当我跟没事人一样。我就跟普通同事说个话都不行了嘛，他就形容特别夸张，特别多心啊，就是因为他多心，而且他特别喜欢玩小孩子的把戏，他装病骗我出来。上次有一次我在上班，那阵课里特别忙，然后他给我发微信说他发高烧了，特别难受，我就赶紧请假去看他了嘛。结果一回家，他穿着整整齐齐在家里面坐着，说要带我出去玩，然后我摸他头就没有发烧，好好的装病。我那都不是为了多点时间咱俩能在一起吗？你可拉倒吧！你每次都这样，我工不工作了，我不可能只围着你一个人转，我还有我的工作。我做那么多的变法为你好呀。就去看电影呀，或者去干嘛的。结果后面生病就约你看电影，实际是吧？对，因为我们那段时间不是比较忙嘛，就没时间陪他。结果后面有一次他更过分，直接订了4个小时之后去南京的机票，他都没有提前跟我说。我当时就为了给他个惊喜我当时就去他家，就跟他说，宝贝，我们4个小时以后，然后就去南京。对他说。
我说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啊，然后他当时直接把我手一甩，说你有病吧？我觉得他做事情特别不考虑我，他应该提前问一下我，对不对？我工作不是那种就说走就走，对，我走了，你说人家病人手术不做了吗？病人病不治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提前给我说，现在买上机票，结果我去不了，然后我让他一个人去了，你说另外一张是不是就浪费了？啊，我就觉得特别可笑。你现在后来你自己去了吗？后来我自己去了，玩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。挺好的，对你在乎你啊，又想给你惊喜，多好。我每次说他在乎他，他都会说啊，他说你拉倒吧呀，你就爱玩，你怎么样？对啊，他就特别爱玩，他平时就出去吃吃喝喝的。然后每次跟我朋友一块出去吃饭，他都要抢着掏钱。你说他现在还没有工作，大学也还没有毕业。我不有兼职了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那个兼职只是暂时的，不过至少让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啊，也就稳定一点。你说对不对？毕竟你已经快毕业了，他到现在根本就没有想要找工作的意思。哦，我之前有一个机会去外地工作，但是他当时说了他不支持异地，所以我当时就把他放弃了。还有一次之前是家里人有提过出国的事。就因为他，我也放弃了。哦，你知道，他说他要出国，他也不去上什么雅思，然后根本就不去上课。他之前说他要考研嘛，然后后面又说不考了，说是为了我。你连书都不看，你就算没有我，你觉得你能考得上吗？因为当时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，我想多点时间去陪你。当时已经放弃了，现在说那么多也没用了，真的。所以他要分手，你不想分是吧？付出那么多是吧？啊，特别委屈是吧？是啊，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，真的。他每次出去跟我朋友出去吃饭，他就跟我朋友说那样的，就动不动就在那哭诉说啊，你看我对他这么好啊，他总是不领情，怎么。所以我朋友都在那劝我，我来这也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跟我朋友说，我跟他分手并不是因为我把他怎么样了，只是因为。他有些思想，有些做法特别幼稚，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我希望他变得成熟一点。你说这么多，无非就想跟我分手吗？每次遇到工作的事情，我俩都吵架。上次看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看电影我就随口问了一句他，然后我就说你最近工作找的怎么样？然后他就直接电影院那么多人，他就跟我在那又吼又叫，就跟发疯了一样。后来我给他道过歉，我还给他买了一大束玫瑰花和一条水晶项链啊。我当时给他赔道歉了，他一直拿那事跟我说事儿。他每次我们俩一吵完架，他就买什么花呀、巧克力呀、什么礼物过来哄我。其实我要的不是这些，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哄小女孩。我现在这个年龄段，我觉得已经要就是考虑到结婚这个年龄了。我也想跟你考虑结婚呀，你呢？你现在跟我闹分手，怎么结婚呀？那是你每天太多心，而且你做法实在让我没有办法忍受了。他做什么你无法忍受？之前有一次，然后就是我在吃饭嘛，然后跟我朋友在一起吃饭，他就非要来，然后他来了以后，他就说什么好久没见我，又怎么，就那种特别阴阳怪气。然后我就说你干嘛呀？这我朋友你在一块说，你说这些干嘛？你说些开心的嘛。啊。然后他就不愿意，就跟我在那吵，然后结果吃饭时候又吵起来了，然后吵着，然后又说到工作的问题。你看他平时都陪他朋友吃饭，都陪我。不是不陪你，我需要正常的交际，我不可能只围着你一个人转。分了吧，舍不得。那你跟他说说你的工作规划，说吗？我们俩没有未来，我妈现在也不同意。我说就不是你妈不同意的问题，就是他之前上次他竟然背着我去相亲。啊？没有，那只是为了稳住我妈，吃个饭走个过场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那天我给他打电话叫他下午吃饭，他跟我说他陪闺蜜去了，然后我当时想那我自己一个人去吃吧。后来，然后我路过一家餐厅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跟那男的，因为我家两家离得比较近，我就看到他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吃饭，我当时就觉得情况就不对，然后我当时就冲进，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，冲进去了，他这冲进来还要打那个男的啊！你说他做法是特别幼稚，他冲进来还要打那个男的。哎，那你也不至于背着我去相亲吧？而你相亲你就给我实话实说嘛。我觉得这不算相亲，我只是走个过场，我没想跟他怎么样。如果是你之前，如果你好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我也好跟我妈说。我不在乎别的，我只不过不希望你骗我。哎，他不是还没毕业，他怎么找工作呀？他现在可以提前开始投简历啊，去面试啊。你们俩认识的时候，他不是也在学校里吗？对呀，我说是最近，这是最近的事儿。就是反正你肯定是不跟他过了。对，因为他简直是现在变得特别无法忍受。他自从知道我妈就是不让我跟他在一块儿了以后，他每天变得特别颓废。我变那样都为了谁？还不都因为你？你不要说为了我行不行啊？他们变得就是跟之前就完全不是一个人。那你母亲怎么知道他这些种种劣迹的呢？谁告诉他的呢？主要我妈觉得他年龄太小了，而且还没有工作，不太实际，就觉得不成熟是吧？对。
啊，你见过他的母亲吗？我见过。怎么样？对你印象？你自己感觉？我第一次的话就是还可以吧，但后来的话就是反正我看了心里不太舒服。啊，你父母见过他吗？我父母也见过。对他印象好吗？还可以。工作的事儿有什么打算吗？工作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毕业了啊，我所以暂时没有抱任何打算。没打算。但是吧，因为我平时还在忙兼职的事情。兼职做什么呀？兼职的话，平面模特，然后还有一些开淘宝店什么的。也没闲着是吧？对，也没有闲着。要不然我平时我一个学生的话，我怎么可能去请他同事吃饭啊？买那么多礼物呀？他每次就会买礼物，每次就会买礼物。我要的不是这些，我只是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给自己未来有个规划。然后就是我们以后你能有一个那种清晰的打算，有条路能让我们走。你现在完全让我看不到。你现在无非就嫌我没有工作吗？想跟我分手吗？嫌我没有钱吗？我不是嫌你们，他特别肤浅，你知道吧？他每次说什么都说到钱的问题。其实工作他也挣不了多少钱，我只希望他有个稳定一点。他这样特别不稳定，而且完全没有让我有种安全感。就你觉得不踏实，跟他对不踏实，没有安全感。能踏实吗？为了他，我愿意踏实。要不为他，你踏实吗？会。还小呢，22岁，确实也没成熟。没有他，我总觉得他做事情就是那种越来越无可救药那种，就是太夸张了。像就是去年过6·1儿童节的时候，我跟他儿童节啊，对，你说他不仅就是他只要是节他都要过，每个月一次情人节他也要过，6·1儿童节也要过。他6·1你们怎么过呀？他6·1他让我就是我们俩就出去，然后他买了大奶瓶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跟他抱着大奶瓶在大马路上，就装这种大 baby， 跟傻子一样。我觉得别人都看完那么大了，你说我们俩那么高，站在马路上背2个奶瓶子，让你开心嘛？哎，你自己这么大个男生叼一个大，就说还是回归童趣嘛，工作那么忙，让他放松一下嘛，让他开心一下。你说他想法是不是特幼稚？也挺好的，就这只不过有点新颖嘛，我没有觉得有多幼稚啊。反正逢节就过啊，对，就是你挺想跟他腻咕在一起的是吧？是。他过节他让我给他送礼物，就是他给我送了以后，我就必须得给他送。你说我平时上班那么忙，他那么多节，我不可能每个节都跑去给他挑礼物。我要是不给他，他就跟我闹脾气。那我不最后也没有让你给我送礼物吗？那是因为我觉得送礼物没有意义，我只希望你有时间去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这个有意义的事情，您是怎么界定的？就比如说去找工作呀什么，他现在就是他都已经快毕业了。我现在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，怎么出去找工作？行吧，这是一个想实实在在的过日子了，另一个还想让我们浪漫着吧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结婚？如果有可能的话。我打算等我毕业了，找到工作稳定下来，我再跟他结婚。大概是多久呢？2、3年的样子吧。2、3年的样子。对。特别着急结吗？不是特别着急结，他主要他的种种行为，他不知道我妈不同意嘛，他会变得特别颓废，成天喝酒抽烟。他一喝多了以后，就跑到我家去闹事儿又哭又喊，你说大晚上的，跑到我们家去。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啊！你不要说是因为我了，行不行？跑到你们家去？对，跑到我们家去，又哭又闹，搞得就左邻右舍都睡不好。在家门口？对，在楼下喊就耍酒疯在门口。我当时就喝多了，我跟他说打个电话，我就说让他下来，他不下来，然后我在楼下就喊他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，那都几点了，别人不休息了是不是？那我说我当时都喝多了吗？几次？喝多了就可以，至少7、8次。然后我朋友不是看不下去了嘛，然后他就我当时实在也没有办法，因为知道你妈不愿意不支持咱俩。那你也不能讲，我朋友看不下去了以后，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，就让我去找他，就给他好好说一下，然后我就去了，我就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，他就在那个饭馆里面，就头也不洗，就一身特别邋遢，胡子也不刮，就坐在那儿，然后抽烟，你知道吗？手还在那抖，就跟有病一样。所有的黑暗的时期啊。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吃饭都特压抑，他抽烟边抽边抖，然后他还说什么，他还给我朋友说什么，我一跟他说分手，他就心疼，然后又呼吸不上来了，就各种病。每次他跟我说分手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心脏特别，感觉跟揪了一样疼。以前谈过恋爱吗？大学上来谈了1次恋爱，就再也没谈过。也是这么谈的？差不多。就轰轰烈烈。那俩人在一起不都应该这样子吗？一波三折。还要撒点娇，闹点脾气，是吧？那都因为我在乎他呀。
反正我现在跟他在一起特别压抑，就那种一刻都不想跟他在一块待了，就是想分手。我喜欢的是踏实，不是这种特别虚幻、这种缥缈的这种感觉。我就要踏踏实实的，浪漫可以有，不必每天都有，不必那样子特别经常。只是我觉得有个纪念日呀，或者是情人节什么的时候，偶尔浪漫一下挺好的。但那种浪漫多了，我真觉得那不是浪漫，那就是病。今天是谁要来的？是我要来的。他给我朋友打电话不分，然后又装病，就我之前说那种，各种哭闹，然后又心不舒服了，然后又是要吐了，然后又头晕，又呼吸不上来了，就那种各种燃。作为一个麻醉医师，你怎么看待他这些症状？我觉得他就是有病，太幼稚了，完全不适合我。所以你今天来这儿，实际是通过这个节目要告诉你一些朋友，对，你们分手是因为他幼稚。对，何必呢？就因为这次就要上节目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我分你分吗？我真的不想跟你分。好，一个坚决要分，一个坚决舍不得，一个说你踏实点吧，一个说浪漫有错吗？老师们，你们看看怎么办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郭导，有点晕是吧？说哎，现在他们怎么都这样，年轻人。我也都能理解，因为我经常写剧本，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分裂的人。我的内心有两个我，一个很像你，一个很……你看我们结婚了，20几年的婚姻，生个孩子都非常的美满幸福。你必须去改变，所以我觉得暂时，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分开，认真的冷静。你如果真的是一提要分手，你就心脏什么都不好，你就觉得自己头晕了、恶心了，有的挫折就觉得不行，这是不行的，这一定要跨过这个坎儿。人生要经历过的，将来你自己要承受的，除了爱情以外，还有很多更你过不去的坎儿。如果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自己就接受不了，那你将来怎么去面对未来的那些年的路呢？更坎坷的道路，你怎么去面对呢？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理去适应这些，去了解这些。我觉得暂时可以分开，然后感情到底有多么深厚，看一看分开以后两个人各自的心里到底是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。那如果说就真的是彻底分开了，但是这1年多你们有这样的回忆，我相信有一个人守在你工作单位门口1个星期，这么样的事儿你肯定也终生难忘。那么也希望你们分开了一辈子都还能做朋友。好，谢谢郭导。杨老师，小伙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失过恋，你那种心疼的感受，我有过体会。但是你们俩这一对恋情得不到我的祝福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在一起会互相折磨。我觉得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，它应该给两个人带来的都是快乐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爱情不是得到，不是占有，不是一厢情愿的，它应该是希望对方好。现在你的爱给他带来的是痛苦，如果你真爱他，你就放手，让他更好的去生活。一致意见是分开，涂老师。未经失恋不懂爱情，未经失意不懂人生。在我看来，一个女人如果真正爱一个男人，会陪他走过那段幼稚的时期，陪他慢慢成长。虽然这样做极富危险性，但是如果这个女人是真正爱他的话，他会付出，因为这就是爱的代价。但如果一个男人真正爱一个女生的话，可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成长，让自己更可能的面面俱到的去保护对方。所以说，其实你们两个人，我的意见也是根本不是。我几乎可以断定，这个女生如果在找了你所谓认为的那种成熟的男性的时候，一定会怀念当初这个男生带给你的热烈。而这个男生如果继续和你相处下去的话，肯定日子也会越来越惨。但是坦率的来说，我挺喜欢他的性格。如果从青春的角度上来说，青春是无处安放的，他必须要燃烧。他倒显得纯粹一点，他爱就爱了，赌就赌了，闹就闹了，因为他毕竟年轻。我想最初你找他的时候，也是喜欢他的青春，喜欢他的个子威猛、高大，甚至有点幼稚的那种可爱。但是现在，你又想要那种成熟的。但是你真正要到成熟的时候，你又会怀念他的青春，所以你会比他过得更加苦恼一些。
还是那句话，垃圾是放错位置的人才，在别人那儿他可能是个大宝贝儿，所以你们还是分开寻找适合自己的人。谢谢涂老师，谢谢3位老师啊。其实生活本身是挺纯粹的，没有对错，你追求你的那个没错，他追求他的也没错，你明白吗？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欣赏你这一切不都显得特别荒谬吗？我就在想，就是幻觉啊，就他在说他的种种时候，突然在想，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女孩子，涂老师应该记得吧？每个情人节，她都要过，跟你一样。每个情人节，她都给男朋友送礼物，也要求男朋友回送她礼物。每个节日也一起过。我在想，如果你要是跟那个女生在一起，你们俩是不是能够特别幸福呢？应该会的。人不对了，没有什么对错，姑娘。提醒你啊，谈恋爱一定会失败，就是很少有人说谈一个就一辈子，特别少嘛。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一样，把它当成一个人生重要的经历留下来。这个经历的名字叫挫折。我特别希望今天门在打开的时候，你能够像一个男人，青春期的男人那样，有点刚性。你不要我了是吧？那我走。有一天好了，我再来追你。这大概也是老师们所说的，沉下来，先活出自己吧。好了，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看看怎么选择。都冷静下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觉得之前做的是我不对，给你了造成很大的压力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再给我机会，我会努力变得成熟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间，陪我一起走过这段日子。我现在还要再好好考虑一下，因为你说你会改变，我等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变，我也等不了，我再考虑一下吧。真的没有机会了吗？没有。明白了。听明白了姑娘的意思了吗？听明白了啊。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痛死了也得往前走，不走回头路。记住这话了？记住了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一对有2岁年龄差距，女生比男生大1年多恋爱的情侣，我相信在他们未来生活当中，今天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打点日。过去那一段东西，有可能变成他们共同的一段经历，也有可能变成他们一段共同的财富。他们自己会做怎样的选择呢？我们留一些时间给他们去思考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请下载使用天天圈，提出情感问题，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。使用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宝箱抽取现金卡。这一对情侣，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？女生还是那么坚定，亦或者给男生一个机会？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请开门。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朱老师，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，我和男朋友谈了1个多月，但我发现他同时跟好几个女的搞暧昧，他的解释是不知道什么样的适合，我很生气，但又放不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听上去貌似这个道理是很合适的。大部分人都会说，我不知道哪种人适合我，所以我得多尝试几种。但是仔细想一想，这种说法极其的虚伪。买东西可以货比三家，但是交朋友不可以货比三家，因为货品毕竟不是人，人不可能同时对几个人都付出感情。所以你的这个男朋友既不懂得尊重人，也不懂得自重。好，谢谢涂老师，也谢谢我们的其他的2位老师，谢谢3位。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，要保湿伊贝诗，伊贝诗弹润保湿水，要绿。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，谢谢大家。